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我们今天要学习新 HSK 的词汇哦。好，今天的日期是2022年的10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好。各位同学，有人来了哦 ，Christina 欢迎，还有春娇、裴静，还有K 同学，还有我们的 Becky 你好，还有慧君、Clara、Rahul，欢迎大家，各位同学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点赞哦 ，Give me a thumbs up，帮老师点赞。好，还有明龙，这位同学你好，慧、林子、空邦蛙，还有 Riri，欢迎 Riri，李青莲同学，米磊点赞了，谢谢。还有Miu同学，欢迎你们。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数字吧。哦，郑红，好久没看到郑红了哦。好，菊林 SPR，欢迎。好，今天的数字是，好，我们来练习一下数字。佳妮，欢迎。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11553。中文怎么说？11553。好，老师喉咙还没有恢复哦，所以说话会慢一点，哦。葛薇来了，君明欢迎。可丽说，老师康复了吗？还没有啊，有好一点了，老师的喉咙有好一点了，但是还需要休息，所以说话要慢一点哦。好，曹同学、居民、小高，好，刚刚老师的数字是11553，对不对？好，11553，中文怎么说呢？好，11553，好，谢谢可丽哦，可丽在鼓励老师，谢谢。好，还有 Christina 11553步，好，曹同学11553步，好，菊林11553步，很好。Becky 11554步，佳宁11553，很好。Rahul 11553 ，Clara 11553步，好，非常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的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3个词汇，这3个词汇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老师先念一遍：脆，第二个酥脆，第三个脆弱，这3个词都不好念，老师再念一次。第一个脆，第二个酥脆，第三个脆弱。好，这3个词都有一个脆这个字哦。那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形容词脆。哦，林子，谢谢林子捐钱给老师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s，谢谢。好，雷曼来了哦，雷曼、佩霞，欢迎。好，谢谢林子同学支持老师。汉平说，老师今天喉咙好多了吗？好一点了，但是还需要多休息哦。好，谢谢菊林同学，感谢。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重要的这个单字是脆，脆是什么意思？脆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就是东西硬，硬就是 hard， 东西很硬啊，东西很硬，但是容易破碎，这个叫脆，容易碎掉 ，like break into pieces， 容易破碎。破碎就是指一个东西，就像这个饼干有没有？这个饼干碎了，
破碎了 ，break into pieces 所以这个叫破碎，东西很硬，却容易破碎 ，easily to break。好，那一般我们这个脆指的不是这种东西，指的是食物，像饼干，像 biscuit， 像 cookies， 像这个饼干这种饼干好，所以各位同学特别注意，这个脆通常是指食物很脆。什么食物很脆，你知道吗？第一个，老师告诉你，巧克力，巧克力很脆，啪，就可以把它折成2半，啪。好，这个巧克力是属于脆的，很脆的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很脆？容易折成2半的食物就可以叫脆，折成2半。有的食物你这样啪，它就变成2片了，折成2半。这种食物你可以叫它是脆的好，还有这种饼干，也是属于脆的，很脆的饼干。你把它折一下，它就碎掉了，所以它硬却容易破碎。一般指的是食物，特别是指饼干特别是指饼干脆饼啦一般的威化饼啦，都可以用脆这个字好，那么了解了，我们来看我们的句子。这种饼干又香又脆，又 adjective，which means adjective and adjective。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句型，这个语法，请你记起来。又形容词，又形容词就是 adjective and adjective。这种就是种类 kind 种类 this kind of biscuit 好又香又脆好香就是好香smell nice smell good 好连奶奶都爱吃你看这个奶奶吃的好开心她非常喜欢这个又香又脆的饼干连奶奶都爱吃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语法，连 subject 都 verb， 这个就是英文的 even。连奶奶，哇，奶奶也喜欢连 subject 都 verb，even 这个是很重要的 HSK 第5级的语法，连奶奶都喜欢，我喜欢 I like it。连奶奶 even grandmother loves it 好，所以这个叫连 subject 都 verb 这个句型记起来好，土豆片儿台湾叫洋芋片那个也是脆的有没有啪这种都是脆的很香很脆苹果很脆可以菊林说苹果很脆可以等一下老师会教一个 better usage better is adjective for you for fruit 好洋芋片还有爆米花一般不会说脆吧秀丽我觉得爆米花不脆 popcorn 不是属于脆的 popcorn 是软的 soft 对不对我觉得爆米花不是脆脆的东西一定要有一点点硬爆米花是软的所以不是洋芋片土豆片是脆的对脆就是容易折成2半各位觉得薯条 fries 是不是脆的不是薯条软软的所以各位同学你一定要注意脆这种东西呢它本身是要有一点点硬的像饼干有一点点硬像佩霞说薯条可不可以说脆李朝老师觉得薯条不脆因为薯条是 soft 软的所以薯条不是脆的不是所以各位同学脆你一定这个东西要有一点点硬容易折开来啪这种感觉然后有一些那个屑会出来面包屑或饼干屑屑要有一些这个饼干屑或者是面包屑好面包不是
面包不能脆，面包是软的，很好。Becky 说面包不脆，对，面包是软的，所以面包不是脆的。脆的东西通常是要有一点点硬，然后可以啪那种感觉哦。好，好的。爱吃跟喜欢吃没有差别啊，爱吃跟喜欢吃一样的意思啊、哦。好，慧慧说，老师，我喜欢脆脆的食物，很好，这个句子可以，你可以这样说，我喜欢脆脆的食物。那我猜慧慧应该喜欢吃饼干，慧慧你应该喜欢吃巧克力，对不对啊、哦？好，各位同学，关于脆这个字，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理查老师今天教你们有哪些？第一个，酥脆，酥脆特别指的是饼干，饼干类的。各位同学，酥脆一定是会掉那个屑，这个英文怎么说？那个屑啊，crumbs，那个你把它啪，会有一些屑掉出来 ，like small pieces 啊，会有一些屑掉出来，这个叫酥脆。然后会有很多屑，很脆，那个感觉，通常指的是饼干这种饼干，酥脆的饼干，酥脆的饼干，饼干吃起来很酥脆。这个酥就是这个屑屑的感觉啊，那个很好吃的感觉。如果你说饼干很酥脆，这个饼干一定很好吃，very good to taste， 很好吃哦。酥脆的饼干，饼干吃起来很酥脆。好，特别讲饼干啊。好，烤面包，如果烤面包烤的硬硬的，那可以。面包如果烤的硬硬的，可以哦。好，白兰你好。好，脆脆的相反是什么？脆的相反，等一下老师会讲啊，等一下老师会讲。好，可怜的奶奶没有牙齿，她没有牙齿，所以不能吃太硬的啊。Christina，我们可以说不能吃太硬的食物。没有牙齿可以吃脆的啊，因为脆的东西是硬，但是它很容易折，所以没有牙齿有时候可以吃脆脆的食物啊。好，酥脆是指饼干 crispy and crunchy。第二个很重要，这个单词是 HSK 非常重要的形容词，叫脆弱。脆弱可以形容很多东西。第一个，形容人很脆弱。怎么样的人 ？For example，比如说刚出生的小宝宝 （newborn baby） 很脆弱，刚出生的宝宝很脆弱，可以。还可以用在动物 animals 动物。举例，比如说刚出生的猫很脆弱，生病的猫 like ill kitten 也可以，生病的猫很脆弱。好，第三个老师好像感情有感情很脆弱，这个很重要哦。有时候啊，你会看中国的 dramas， 人家会我的感情很脆弱，我们的 relationship， 我们的关系很脆弱，我们的爱 our love 很脆弱，就是你们的爱很容易就你们很容易就分手了，你们可能爱得不够深 ，you don't really love deeply with each other， 你就可以说我们的感情很脆弱，我们的爱很脆弱。所以脆弱可以用在 relationship、love、romance。好，再来，物品很脆弱，指的是容易碎的东西，容易 easy to break into pieces，像杯子。杯子如果是很脆弱的，它摔到地上就会碎掉。所以你也可以说物品很脆弱，表示这个物品很易碎啊，这个物品很易碎。Easy to break into pieces， 这个东西很脆弱，物品很脆弱，表示这个东西易碎，很容易碎掉、破掉啊。对，现在的男人，有些男人感情上很脆弱 ，emotionally, affectionately fragile, 很脆弱 ，to weak, to 很脆弱的意思啊。好。
女生有时候也会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哦，有的人的感情就是很脆弱，有的人的感情很脆弱哦。好的，那么刚刚白兰说，我喜欢清脆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很好。各位同学，另外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叫做清脆。这个清有点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声音 ，pleasing sound，这样扣扣扣很好听，哇，好亮，好好听的声音，这个叫清，扣扣扣，那个声音很亮，很 bright，很 pleasing，很好听，可以叫清。所以清脆指的是第一个声音很清脆，表示这个人说话或者是唱歌的时候，非常的 tingling， 哇，好好听哦，很亮，很好听。老师刚刚说亮，对不对？声音很亮，很好听，就可以叫声音很清脆。声音很清脆啊，你的 voice、singing voice or your talking voice 很亮 ，tingling， 很好听，哇、wow, ，pleasing， 就可以说，通常指的是女生啦，哦，女生，男生也可以，她的声音很清脆，好听哦。好，我和他的关系很脆弱，现在我们是陌生人，很好的句子啊。他的身体很脆弱，经常生病，很好的句子。刚出生的宝宝很脆弱，很棒。如果包裹上面写的是 fragile， 中文应该说易碎物品。如果各位同学 you see this English fragile on a package, how to say this in Chinese? We will say 易碎物品 or 易碎品。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fragile 在中文的意思就是 easy to break， 叫易碎物品，objects that are easy to OK fragile objects， 好，就像这样。好，理查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很清脆，Not now， 不是现在，现在的声音不好听。好，那么除了来形容人家唱歌的声音，或者是说话的声音之外，清脆还可以用来形容蔬菜或水果 ，vegetables or fruit。You can say 清脆。像这个女生，她吃的是很新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很清脆哦，这个胡萝卜很好吃，很清脆。不过各位同学，请你注意哦。Pay attention, please. 我们一般用清脆来形容蔬菜跟水果的时候，通常说的是这个水果非常的 fresh， 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看，你可以这样吃，哇，好香，好好吃，很新鲜的蔬菜或水果。像老师手上拿的这个豆子，如果你要说它很清脆，可不可以？可以。如果它很新鲜，然后你这样子，哇，啪，这个就是清脆的蔬菜水果，清脆的蔬菜水果哦，所以好新鲜哦。然后你又可以这样啪或这样咔，表示这个蔬菜或水果很清脆，好吃哦。好。喜鹊啼叫的像一个清脆的银铃，很好。它京剧唱的很清脆，好听，加个好听好了，清脆好听啊，清脆好听。玻璃是很脆弱的用品，很棒的句子啊。好，所以清脆也可以用来形容蔬菜跟水果 ，vegetables and fruit, crispy and fresh。好，我们来考试。酥脆、脆弱、清脆，刚出生的小猫很怎么样？刚出生的小猫很叭叭叭。刚就是 just now，
just now, not long ago. 出生 born， 所以刚出生的它是一个 adjective， 就是 newborn。英文的 newborn 就是刚出生的。刚出生的狗 a newborn puppy。刚出生的宝宝 a newborn baby。刚出生的就是 newborn。好，答案是脆弱，很容易受伤，不可以太用力。你要好好的照顾刚出生的小猫，因为刚出生的小猫很脆弱。Eva 脆弱。好，利古你好，脆弱答对了，很脆弱。刚出生的小猫很脆弱。好，Cynthia 脆弱，答对了。很棒，你们都答对了哦。看第二题 ，Number 2， 尴尬出生，刚出生啊。第二题，酥脆、脆弱、清脆。娟娟的歌声，叭叭叭，悦耳。好，歌声 ，singing voice， 歌声。好，悦耳，悦就是喜悦 ，joy or happy。悦耳就是 like sound pleasing, sound melodious, sounds pleasant, sounds good。悦耳听起来好好听哦，叫悦耳。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唱歌很悦耳，悦耳就是好听的意思，好听。请问答案是什么？清脆，很好，因为清脆可以形容你的声音。好，清脆，玲珑清脆，菊林清脆，素音清脆，白兰 melodious 清脆哦。好，汉平，娟娟的歌声清脆，清脆悦耳。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清脆来形容声音哦。有时候你把东西打开，你把一个盖子打开，你 open a lid， 啪，那个也是清脆，啵。有时候你把一个瓶子打开，对不对？它会啵，那个也是清脆的声音哦。Sometimes when you open a lid, then you hear the sound like 啵，这个也是清脆的声音，清脆的声音啊、哦。好，没错，脆，清脆。娟娟的歌声清脆悦耳。好，现在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说悦耳就是很好听的意思，请问你如果不好听怎么说？理查老师教过了，考你们。如果这个声音哇好好听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这个声音很悦耳。如果这个声音很难听 ，like you don't like to hear the sound the voice， 请问除了说难听之外，我还可以说什么耳？悦耳是好听，请问不好听、难听，我们可以说什么耳？什么耳？我知道你们都会说不好听、难听、很难听，但是如果我要用耳呢？好听是悦耳，不好听是什么耳？刺耳。答对了，刺就是 like this， you prick， 你刺耳表示有东西一直刺你的耳朵，刺耳就是不好听的意思。你可以说，理查老师，你现在的声音很刺耳，不好听。理查老师，你现在的声音很难听，很刺耳。哦，哎，对，中国好声音啊，我们不说坏耳。白兰，我们不说坏耳，我们说刺耳啊，刺耳。好，难听也可以啊，我们不说侧耳，难听可以，难听或刺耳都可以。娟娟的歌声很刺耳，表示娟娟的歌声不好听。好，所以刺耳跟悦耳是反义词，反义词不可以说插耳，不可以。那这个叫什么眼？如果东西不好看或光太亮了，这个叫什么眼？如果那个光，哇，李超老师，你这光，哇，这个叫什么眼？你知道吗？如果光很亮，你张不开眼睛 ，you cannot open your eyes because the light is too bright。我们说什么眼？刺眼。
好，如果哎呀这个东西哦好臭哦，怎么这么臭啊？这个叫什么鼻？这个叫什么鼻？啊，好臭哦，这个叫什么？对，刺眼就是光太亮了哦，这个叫刺眼哦，刺眼。那如果东西很臭呢？哦，这个水好臭，这个酒好臭，这个叫什么鼻？什么鼻？刺鼻。对啊，刺鼻就是东西很臭，或者是有一股你不喜欢的味道。你觉得这个味道你不喜欢，会让你的鼻子不舒服，你就可以说刺鼻。啊，刺鼻。周生生的声音很悦耳，可以啊。好，刺耳、刺眼、刺鼻、悦耳、好听、刺耳、难听。好 ，OK， 了解了。林子可以是臭，也可以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味道，不一定是臭。你觉得不舒服的味道，你就可以叫刺鼻啊。对，都用刺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李乔老师教你，刺耳哦，好难听哦；刺眼哦，好亮哦 ，too bright。刺鼻，这个味道我不喜欢啊，都可以，没有刺嘴，没有刺嘴。好，只有耳朵、眼睛、鼻子，没有嘴巴，没有嘴巴啊，没有刺嘴哦。好，学起来啊。好，我们再来做一题：酥脆、脆弱、清脆。这个品牌的巧克力，叭叭叭，爽口。好，各位同学，爽就是 you feel pleased, you feel happy。爽口就是好吃的意思。爽口表示你吃起来哇 refreshed。这个爽就是 refresh。你吃了之后，哇 I feel so refreshed。你觉得很清爽，好好吃哦，那个感觉你很喜欢哦。好，品牌叫做 brand， 品牌就是可能是大公司的品牌。名牌品牌的巧克力怎么样爽口呢？酥脆爽口，对，酥脆爽口。我没有说它的歌声刺耳哦。好，酥脆爽口。好，慧说这个品牌的巧克力不是清脆爽口。慧，巧克力啊，它是一种 cookie， 对不对？它不是蔬菜所以巧克力我们不说清脆，巧克力是一种 cookie or like a snack 好，这个品牌的巧克力酥脆爽口，属于饼干、巧克力或者是 cookies、biscuits， 我们都用酥脆酥脆。好，好的，爽口好吃的意思。好，这个品牌的巧克力酥脆爽口。好，玫瑰来了玫瑰。好，我们再来做一题：老李和小梅因就是因为小事 trivial things trivial matters 而分手，而就是 and then， 他们因为 due to because of， 因为小事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他们就分手了 break up， 两个男女朋友他们不喜欢对方了，不爱对方了，他们就会分手 break up。好，老李和小梅因为很小很小的小事而分手，他们的感情太什么了？好，感情就是 love romance affection， 他们的感情太什么啦？这么容易就分手了，这么小的事情他们就分手了，所以他们的感情太什么了？很怎么样？太怎么了？好，太脆弱了，感情脆弱，我们可以用这个中文可以用 too weak, too fragile， 脆弱，脆弱，答对，脆弱，白兰脆弱。好，那有时候比如说每一次你跟你的老公吵架，你老公就说我们离婚吧 ，Let's divorce。你们的感情太脆弱了，各位同学，有时候你跟你的老婆吵架，
你怎么每次都不洗衣服，你都不洗碗，我要跟你离婚。哎呀，你们的感情太脆弱了 ，too weak， 你们的感情太 fragile， 所以这个有时候男女朋友的感情也会很脆弱哦。好，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架，常常现在的夫妻是这样哦。现在的夫妻或男女朋友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架，然后就说我要分手，我要离婚，感情太脆弱了。好，好的，我们再来往下看。好，我们再来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容词，它跟脆也有关系，叫干脆。干脆是什么意思啊？干脆就是说话或做事的时候要直接一点。Be straightforward, OK? Don't drag your feet. OK, 说话直接爽利就是 you speak directly, OK? 我们说话要干脆一点。说话，所以干脆是指你说话的时候直接说。Tell me the truth directly. 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 不要拐弯抹角。比如说，你想要跟理查老师借钱，你说话干脆一点，你就说：理查老师，我要跟你借500块。你不要说：理查老师，你今天好帅哦。理查老师，你今天的衣服好漂亮哦。你不直接讲说你要借钱，你拐弯抹角，你不直接告诉我你要借钱，我就会说话干脆点 ，be straightforward. Tell me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 Don't beat about the bush. 特别讲的是说话的方式，还有你做事要干脆一点，不要拖泥带水。我们中文说拖泥带水，做事不要拖泥带水。就是不要 delay，no delay，OK，不要拖拖拉拉的，不要拖泥带水。做事情 when you do things, don't drag your feet, don't delay，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拖拖拉拉。好，你也可以说拖泥带水 or 拖拖拉拉 which means you always delay what you should do, you always drag your feet，你总是把事情放到最后才做，你不直接做完，你不赶快完成，你做事情不干脆。好，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说话叭叭叭点点 here means a little bit， 点就是一点儿的意思 ，a little bit， 别拐弯抹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语。拐弯抹角的意思就是 beat about the bush， 就是你做事情啊，说话的时候都不直接讲，你都说这个，然后再说这个，再说那个，你都不直接告诉人家你要说的主题是什么，拐弯抹角。哦，拐弯抹角。好，答案是什么？说话干脆点，别拐弯抹角的。日本人对日本人说话都不太干脆。林子对，这是日本人的文化哦，说话比较会 beat about the bush。日本人说话比较不干脆，日本人说话比较不干脆。好，说话干脆点，别拐弯抹角。好，好的 ，Norbert， 说话干脆点，别拐弯抹角。你要说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借钱 ，Tell me directly, be straightforward。哦，直接告诉我就好了，说话干脆点。你也可以说做事干脆点，不要 delay。OK， 好，好的，没问题哦。手滑，手滑，slip your hands。好，雷曼，说话干脆点，别拐弯抹角的。对，可以，别吞吞吐吐的。说话干脆点，别吞吞吐吐，就是你想说，但是又这样子。吞吞吐吐就是吞吞吐吐呢，和拐弯抹角不太一样。拐弯抹角是你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个。吞吞吐吐就是你欲言又止，想说
又说不出口。那个吞吞吐吐，我们也可以说欲言又止啊，欲言又止。欲言又止就是吞吞吐吐的意思，就是那个郑红啊，那个不敢讲。郑红，你的内裤没穿，但是你不敢讲。郑红，你的那个你不敢讲，这个叫欲言又止或吞吞吐吐哦。好，对，说话干脆点，不一样。永祥，因为委婉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意思，委婉的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啊、别太说话干脆点，别太委。永祥，我觉得这个句子怪怪的，委婉的意思又不太一样了哈。好，委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粗鲁，或者是太过于直接了。但是干脆的话比较有正面的意思。但是委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人讲话不太得体，比较 improper， 所以他才会要求你说话不要太 too direct forward。但是干脆是指希望 I hope you talk straightforward。但是如果你用委婉的话，它的反义词是 you too much direct，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啊。对，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好，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了，好快啊！好，各位同学，帮老师点赞，然后订阅老师的频道，当然别忘了要开启小铃铛。好，开启小铃铛哦。各位同学，你要开启小铃铛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turn on the bell， 这样子啊，老师开直播的时候，你才会收到 notification， 对不对？所以你记得要开启小铃铛。那么理查老师有直播课的时候 ，YouTube 会告诉你 ，YouTube 会通知你哦。好 ，OK， 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 YouTube members。好，吞吞吐吐，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就是 drag your feet， 做事情都拖，都 delay 啊。干脆的人会不会不礼貌？不会。各位同学 ，actually， 干脆 is not a negative term， is not a disapproving term。干脆 is I like it， a straightforward person。You like to speak the truth. You don't hide your feelings。干脆是个好的褒义词，干脆不是贬义词所以你说理查老师你很干脆 I like it， 你在赞美我。各位同学，所以干脆是个褒义词，你在赞美这个人。如果我说雷曼你很干脆，比如说雷曼我跟你借500块，雷曼马上给我500块，雷曼干脆，雷曼你这个人真干脆。理查老师跟这个 Norbert 借500万 ，Norbert 说：“理查老师，500万，Norbert 你太干脆了 ，You're so how to say that？ 表示这个 Norbert 都不会说我不晓得我有没有钱呢。理查老师，我想想看我要不要借给你。他不会说这些话，他就说理查老师跟 Norbert 借500万 ，Norbert 马上。500万，老师借你 ，Norbert 好干脆，他不会说我不晓得，我要问我老婆，我的银行有没有钱我不晓得，这样的人就不干脆。干脆的人是想到马上就做了，干脆好。500万有一点多啊 ，Norbert 你一点都不干脆。要是雷曼啊，他就会说：“理查老师500万 ，No problem。”啪，雷曼你真干脆 ，Norbert 你不干脆好。那个李明老师来了，欢迎。好，这叫 clean cut 是不是 ？OK， 好，各位同学，我们还没有上完哦。除了脆，我们还有很多 texture， 中文叫触感。
中文有非常多的触感，英文叫 texture. When you touch something, you can feel the surface, and we say texture. 中文叫触感。当你摸一个东西的表面 surface 表面的时候，你会有感觉，这种感觉 this kind of feeling 就是触感 texture 哦。好，所以各位同学，老师刚刚说，当你碰一个东西的表面的时候 surface 表面 surface， 当你触碰当你碰一个东西的表面时，你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触感触感 texture。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很多不同的 texture。 坚硬 hard， 哇，乌龟的壳很坚硬 turtle shell， 乌龟的壳很坚硬，这个东西很坚硬，很坚硬，对不对？好，你也可以说硬就好了。You can just say 硬。这个东西很硬，这个东西很硬，龟壳很硬，龟壳很坚硬。第二个，柔软，柔软就是 soft。像这个图，当你摸你的床 ，when you touch your bed， 哇，好软哦，对不对？当你摸你的床的时候，很柔软。你也可以说很软就可以了，柔软 or 软都可以哦。好，那各位同学 ，for example， 卫生纸 tissue paper 啊，很柔软，卫生纸很软，很柔软，卫生纸很柔软啊。好，再来光滑，光滑一般是指摸起来很平很顺 ，like you sleep， OK， 像这个是光滑的表面光滑的表面。还有什么东西是光滑的？皮肤 ，your skin。If your skin is smooth， 你可以说皮肤摸起来很光滑，特别是女生的皮肤女生的皮肤摸起来很光滑好，皮肤摸起来很光滑，女生的皮肤有没有摸起来很光滑？好，那么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很光滑？镜子 mirror， 镜子很光滑。好，各位同学，镜子像这个镜子这里是滑滑的，很平，对不对？镜子很光滑。玻璃 glass， 玻璃很光滑好，所以通常又平 flat and slippery smooth， 我们都可以说光滑人的皮肤skin 也可以是光滑。好 iPad 上的屏幕很光滑，对，可以。好，各位同学，来，老师告诉你像菊林这个句子要写成他的皮肤很光滑，不要的不要的。各位同学，虽然老师这里有个的，但是当你用这个句型的时候很光滑就好了，不要加的。好，菊林这个改一下林子也是 iPad 的屏幕很光滑，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这个铁钉很硬的，很硬就好了春娇，这个铁钉很硬，你的钉写错了，铁钉很硬就好了，不要的。可以，理查老师的脸很光滑，理查老师的脸很光滑。一般光滑，如果说皮肤是女生比较多了形容女生的比如说慧君的脸很光滑，可以 ，very smooth skin very smooth， 可以，她的皮肤很光滑。老师的镜子很小，很可爱，也很光滑，很棒。好，手你可以说，哇，他的手摸起来很光滑，表示他的皮肤很好 ，nice and smooth 镜子又光滑又容易碎镜子又光滑又容易碎。
不能说光滑，因为各位同学，路不可以哦，光滑一定是 like a mirror, very slippery。路不会光滑，我们说路很平坦，不可以说路很光滑，光滑一定是 like a mirror, very smooth, very smooth。路不是 smooth， 路是 flat， 路很平坦，我们会说路很平坦。路很平坦 ，if the road is flat，OK，、好，路很平坦，我们不可以说路很光滑。如果你说路很光滑，我会觉得这个路好像镜子一样 ，like 玻璃吗？是玻璃做的路还是镜子做的路呢？哦，好的，小宝宝的皮肤很光滑，可以的哦。我的头发很柔软光滑，可以，头发光滑可以，应该可以。好。这个 Heather 说 How about rough？ 好，这个等一下我会教你哦 ，Heather， I'll teach you later。好，现在男生的对，会有一点 slippery 的感觉哦。对，有可能是光滑，可能路很滑啦，结冰会很，但是也不会用到光滑。路比较不会用到光滑，路可以很滑 ，slippery， 因为路结冰了会很滑，但是路一般不会用光滑。好，丝很光滑可以。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哦，我们今天要学所有的形容词，再来是多次的 or 带刺的。如果是这种动物叫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种动物叫什么吗？叫刺猬啊，刺猬，很可爱的。诶，喂。啊，我这个胃打不出来哦，刺猬。诶，这个英文叫做 hedge， 等我一下 hedgehog， 对不对？啊，叫刺猬。好，各位同学，这种动物叫刺猬，它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刺，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刺猬很多刺，刺猬很多刺，哦，或者是刺猬有带刺，对不对哦？有很多这种like spike 或者是这个prick 这种的东西，你都可以叫多刺的或带刺的啊，对，叫 hedgehog， 叫中文叫刺猬，刺猬。好，刺猬很可爱，对不对啊？刺猬好，那么这个像玫瑰 rose， 玫瑰上面会带刺，所以我们中文常常会说带刺的玫瑰哦 prickly rose， 带刺的玫瑰，多刺的或者是带刺的，这个带就是 bring or with。好，再来你们女生最喜欢的毛茸茸的。毛茸茸的啊，通常是小动物，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像老师这个毛茸茸的玩具 toy doll， 对不对？毛茸茸的 fluffy doll， 毛茸茸的哦。好，中文就可以说毛茸茸的。好像鸭子，小鸭子，毛茸茸的小鸭子。羽毛也可以毛茸茸的 feather 可以，羽毛可以是毛茸茸的。榴莲很多刺是啊，榴莲是多刺的，可以。ice 很光滑，可以的啊。冰很光滑，可以，冰可以用光滑。榴莲多刺、带刺都可以。多表示很多，带表示有刺。多表示你觉得这个东西的那个 spike 特别多啊。榴莲多刺也带刺。羽毛是毛茸茸的，小兔子 rabbit 小兔子也是毛茸茸的，对不对？毛茸茸的小白兔。好，那么那如果有的男生有没有？有的男生，各位同学，有的男生这个手都是毛，胸毛，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叫我们不能说毛茸茸的，这个叫多毛的哦，多毛的或毛很多
哦，像雷曼，雷曼的毛很多，雷曼的毛很多，你就可以说 hairy。哦，你不可以说哇，雷曼毛茸茸的。毛茸茸是说这个东西很可爱，通常很可爱，然后有很多毛，可爱的毛。那雷曼的毛一点都不可爱。那如果你要说这个男生手都是毛，哇，胸都是毛，你可以说这个男人毛很多，毛很多，身上都是毛啊，多毛的。对，毛茸茸的一般是 lovely、cute、adorable 啊，adorable。好，所以毛乎乎的、毛茸茸，毛茸茸一般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那雷曼不可爱啊，你不可以说雷曼毛茸茸的，不是。如果是男人的毛很多，你就说毛很多就可以了。雷曼的毛很多。好 ，OK。或者你可以说脚毛很长，胸毛很多，手毛很长，手毛很多啊。好，毛茸茸一定要可爱哦，不是像雷曼那种的哦。好，再来，刚刚 Heather 问说，请问老师，光滑的反义词是什么？粗糙的，就是光滑的反义词，粗糙的。粗糙的表示这个东西摸起来凹凸不平，摸起来啊不是那么好，触感不好。像这个摸起来，石头 ，for example rocks brick 像这个石头摸起来就粗糙 rough， 或者有些布，有些抹布有没有啊？有一些衣服摸起来就是粗糙的，摸起来不是很平滑，不是很光滑的，这个是粗糙的。所以粗糙就是光滑的反义词，哦，光滑的反义词哦。好，树皮很粗糙，对，很好，Ben老师啊，树皮很粗糙，因为摸起来不光滑，不平顺，反义词就是粗糙的。好，大家怎么跟对雷曼的毛那么有兴趣？雷曼的毛已经被大家注意了 ，Everyone pays attention to 雷曼 's hair 对，抹布，我说的是抹布啊，抹布有时候摸起来很粗糙哦，抹布摸起来也很粗糙，抹布可以，林子，抹布摸起来的确 ，yes indeed 也很粗糙啊，也很粗糙。好，对，粗糙就是光滑的反义词。好。还有，黏黏的 sticky、slimy， 什么东西黏黏的？蜂蜜黏黏的，我们可以说粘稠，哦，蜂蜜很粘稠。好，如果东西黏黏的，蜂蜜很粘稠，很粘稠。那还有呢，像有人踩到黏黏的口香糖 （chewing gum），黏黏的啊，黏黏的。那有一些乳液有没有？它也是黏黏的啊，有一些这种乳液也是这种，有没有黏黏的啊？有一些这种 cream，摸起来也是 like sticky, slimy，黏黏的。好，再来。刚刚有同学说路很平坦，那如果路是这种不平坦的，都是 like a rocky or not that flat， 我们路一定要用在路上面啊，或者用在皮肤上也可以，凹凸不平，凹凸 not flat， 不平，平就是 flat not flat， 中文叫凹凸不平，可以用在两个东西上面，第一个是用在 road 路上面，这条路凹凸不平，对，牛皮也很粗糙，很好。这条路凹凸不平。第二个，凹凸不平可以用在皮肤上面，他的皮肤凹凸不平的，表示他的脸不是 smooth， 不是光滑的，是他的脸凹凸不平。还有呢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月球是凹凸不平的。对不对？我们昨天有学到月球，哦，月球是凹凸不平的，月球的表面啦，月球的表面是凹，对，口香糖
口香糖黏黏的，口香糖黏黏的。月球的表面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是bumpy 凹凸不平的。对，胶水黏黏的哦，所以凹凸不平 road 皮肤 skin 凹凸不平的皮肤。月球的表面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凹凸不平啊、哦。好，再来尖的，好，刀子尖的，这里是尖的，好，尖的。好，那笔这里也是尖的，尖的，哦，尖的。好，刀子、笔都是尖的。那各位同学，老师教你另外一个词叫做锋利。这是一把刀，这是一把水果刀。各位同学，这里叫做尖 ，this part we say pointy 尖，这里不是尖，这里我们中文叫锋利 sharp， 所以 we have two adjectives to describe this knife. This part pointy 尖的，尖的 pointy。这个地方不是尖的，这个地方叫锋利。This part we say 锋利，英文 sharp， 锋利尖。所以各位同学，你切菜的时候是用锋利的部分去切的。这个地方是尖，这个地方是锋利，不太一样哦，记起来。那各位同学，如果这把刀没有办法切菜了，因为它钝了，这把刀变成钝的了。钝就是 blunt，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切东西，因为刀钝了，这个刀是钝的，钝的表示 not sharp 哦，生锈的时候就会变钝了哦，铁生锈会变钝哦，钝的 not sharp blunt。好，钝的。好，都学会了吗？会说他的脸尖尖的，可以表示他这里的地方是 pointy 尖的，他的脸尖尖的，可以。哦，好，胶水是黏黏的，好，对，钝的。考试，脆弱、光滑、清脆，它的皮肤摸起来 feel like touch like 很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哇 ，Christina 的皮肤 ，Christina skin，Christina 的皮肤摸起来很怎么样？然后 Christina 会打你的手 ，Don't touch my hand, please. Don't touch， 不要摸我的手，把你的手拿开，脏手拿开啊！如果你去摸 Christina 的皮肤，Christina 的皮肤摸起来很什么？好，很光滑，光滑，光滑。可以钝也可以是形容一个人不聪明，可以的，白兰可以啊。好，人可以，这个人很迟钝，可以，我们会说迟钝，中文会用迟钝。迟钝。好，白兰我们会说一个人有一点 not too smart or too slow and stupid， 迟钝，中文会说迟钝 to describe a person。OK， 好 ，Christina 的皮肤摸起来很光滑呀。第二题，酥脆、清脆、干脆。美美的歌声相当 quite very much 相当好听。好，这个老师刚刚教过了哦，好听就是悦耳的意思，好听就是悦耳。美美的 singing voice 歌声相当什么？多毛的多毛的雷曼和皮肤光滑的 Christina。
Noble 没有写过光滑啊，我看错了。好 ，Eva 说清脆，对，清脆是形容声音，对不对？或者是蔬菜很新鲜，啪，这个也是清脆。Voice, vegetables and fruit。好，清脆，加你清脆，君明清脆，多毛的多毛的雷曼清脆。林子悦耳，悦耳好听也可以，悦耳好听也可以。好，不过我们的选项里面是清脆好听。好，光滑，好，那是第一题。好，好的，对，迟钝就是不聪明，而且动作很慢。Slow and stupid, slow and stupid。好，立心清脆。好的 ，Zingling 清脆。Christina 皮肤光滑的 Christina 说，美美的歌声相当清脆好听。好，我帮狗狗梳毛，毛茸茸的，很可爱。我帮狗狗梳毛 ，comb。好，郑红，美美的歌声相当清脆好听。对，李念老师，我的嗓子还没好呢。哎呀，嗓子已经病太久了。好，来下一题，柔软、脆弱、粗糙。这张床很，孩子们在上面跳上跳下的。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各位同学，你可以说跳上跳下的，你也可以说蹦蹦跳跳的，蹦蹦跳跳的。好，你也可以用蹦蹦跳跳，跳上跳下，或者是蹦蹦跳跳的都可以啊。蹦蹦跳跳就是跳上跳下，屌屌屌屌那种感觉哦。好，好的，答案是柔软，柔软。对，要喝点胖大海。现在我都喝那个中药，老师现在都喝那个 herbal tea 啊。林子柔软，加你柔软。好，那柔软 Sutem 就柔软。Christina 皮肤光滑的 Christina 说：“这张床很柔软，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的。”好，蹦蹦跳跳或跳上跳下。好，没问题。各位同学，柔软，你们知道 Puna 老师对不对？Puna 老师的身体很柔软，他会做 yoga 瑜伽，所以女生的身体特别柔软。英文要怎么说 ？Very flexible。柔软另外一个意思是形容你的身体，你的 your body very flexible。哦，所以柔软也可以形容你的身体。像有的女生她有在学习瑜伽，她每天练习瑜伽，那么她的身体就很柔软。哦，她会这样子，哇，很软，哇，身体很柔软。所以我们中文有一个词汇叫柔软度。柔软度的意思就是这个女生的柔软度很好，这个女生的柔软度很好，表示她身体很软。学习瑜伽的女生，她的柔软度都很好，可以，她的身体，她不一定是灵活，灵活表示动作很快，动作很快啊，但是柔软度指的是 flexibility 哦，对，小孩子的身体很柔软，可以，很棒。灵活是表示他很灵敏，动作很快，不一样啊、哦。好，柔软可以形容你的身体啊、哦。来，最后一题，凹凸不平，干脆带刺。好，爱情就像是888的玫瑰，虽美丽，但也伤人。好，像就是is like 玫瑰花 rose 玫瑰花 rose。好，虽就是虽然 although it is beautiful
But it hurts people. It the rose also hurts people. 虽然玫瑰花美丽，但是会伤人。hurts people. 好，带刺。好，带刺。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玫瑰花很美丽，但是你碰玫瑰花的时候，你也会受伤，因为玫瑰带刺。带刺的玫瑰。OK， 很好。多毛的雷曼说，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虽美丽，但也伤人。好 ，Norbert，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花。如果你不说老婆永远是对的，你会有很多被打的机会。你会有很多被打的机会哦。好，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你很想要，但是你得到这个爱情的时候，你也会被它刺伤。刺伤哦。所以我们中文常常会说，爱情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好，刺伤。如果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而受伤了，那么我们叫刺伤。被玫瑰花的刺伤。OK， 好，好的，没问题哦。好，皮肤光滑的 Christina 说，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虽美丽，但也伤人。好，多毛的我不晓得郑红多不多毛。多毛的郑红说，爱情就像是带刺的玫瑰，虽美丽，但也伤人。一朵带刺的玫瑰。好，各位同学，带刺的玫瑰也可以形容一个女生。好，最后，带刺的玫瑰也可以形容一个 bossy girl， like像是那种女流氓 female rascal。Can I say that? Female rascal， 带刺的玫瑰，就是大姐头那种很 bossy 的女生，也可以叫她带刺的玫瑰哦。对，好，被玫瑰的刺伤。对，好，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来参加老师的免费直播课，谢谢你们的支持。理查老师因为对凶巴巴的女生，理查老师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够这么努力的每天上课。因为 due to your support， 因为你们的支持啊，理查老师才能每天开开心心的在这里上课。理查老师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的课程，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